姐姐相亲回来，一摔门就炸了。什么垃圾男人，工资连我一半都不到，还敢劝我留在本地，今年结婚，明年生娃。跟这种货色相亲，简直是恶心人！爸妈赶紧凑上前哄，以后不见了。这介绍人真没水平，净给你找些歪瓜裂枣。他其实挺好的，就是顺路送你回来，还特意给全家备了礼物。怎么，你王八看绿豆，瞧上他了？也对，你样样不如我，这种男人配你倒也绰绰有余。你要就拿去，反正这种结婚后在小县城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我才不稀罕。我默默加上他推来的联系方式，没敢说刚才男人送他回来时开的是我们上级单位大领导的车，而且据我所知，他家在我们县城，光房子就有30多套。姐姐气还没消，手机就响了。回复完消息，他的脸更沉了。真烦，他约我明天去看电影，我说不去，他还不死心。宁宁，你别直接拒绝呀，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今天直接怼回去，明天指不定就有人嚼舌根，说你仗着在护士工作就眼高于顶，连本地人都看不起。就是，咱们这人情复杂，谁知道他家里认识哪个亲戚朋友，万一得罪了人，以后你回来办事都不方便。苏小雪，明天你替我去，就当帮我应付一下，别搞砸就行。我没反驳，默默点头。没人问我愿不愿意，在这个家里，我从来没有说不的资格。为了不搞砸，我连夜搜了罗旭洲约的那部电影，剧情、伏笔、导演的拍摄手法，记了满满1页纸。第二天见面，罗旭洲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我姐临时有事，让我来和你说声抱歉。这导演的电影拍的我都挺喜欢的，不知道这部怎么样？既然苏小姐也懂电影，那票都买了，就别浪费了。看完电影，他又意犹未尽地和我讨论了很久。晚饭是他请的，吃得很轻松，全程没有姐姐说的那种油腻和说教，反而很会照顾人，会主动给我夹菜，问我合不合口味。吃完饭，他忽然带我拐进旁边的金铺，挑了2个吊坠。看到近3万的价格，我愣了一下，连忙推脱。他笑着摇头，付了钱。上次送礼太匆忙，没来得及给你和你姐姐单独准备，这个你拿着，另一个帮我转交给她吧。我接过吊坠，心里清楚，他还是在意姐姐的。毕竟姐姐长得漂亮，又是外企 HR， 高材生一枚，而我顶多算是清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但我并没打算现在就把吊坠给姐姐。哟，他没给你买东西啊？我就说他又穷又抠，带你逛街都不知道大方点。我没理他，走回房间把吊坠放好。刚坐下，微信就弹出消息，是罗旭洲通过了我昨晚的好友申请。我重新化好淡妆，戴上吊坠，拍了照发朋友圈。没过2分钟，罗旭洲点了赞。还好让苏小雪去了，不然我得被他烦死。穷酸样，还想追我，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宁宁这么优秀，以后肯定能找更好的。我看以后都让小雪去就够了。我心里没什么波澜，早就习惯了。爸妈当年没避孕，意外有了我，总觉得对不起本该是独生女的姐姐。从小就对我说，别和你姐争，她是姐姐，你要让着她。姐姐从小上各种兴趣班，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想买本习题册，却被妈妈骂败家。姐姐在护士有高薪工作，爸妈还每个月偷偷补贴她5000块。我当初想出去闯一闯，偷偷买了车票，却被爸妈撕得粉碎。宁宁早晚要嫁人，我们不能拖累她。小雪老实，以后让她给我们养老就够了。在他们眼里，姐姐永远娇贵，而我就是用来替姐姐挡麻烦、受委屈的。这男的怎么又约我爬山？烦都烦死了。苏小雪，还是你去，就说我工作忙。好，姐姐，我替你去。我依旧没反驳，换了身运动装就去赴约了。爬山的时候，我走得不快不慢，还会主动等落在后面的罗旭洲，给他递水、擦汗。遇到难走的路段，也会提醒他小心。全程都很轻松，没有刻意讨好，只做了自己该做的。你姐说忙，其实是看不上我吧？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不对劲，今天爬山我更确定了。苏婉宁对我从来没有好脸色，更不会像你这样耐心又真诚，我也不勉强她了。小雪，你很特别，要不我们在一起试试？我和旭洲在一起了，这个给你，算是谢谢你当初让我去赴约。你1个月到手才5000，还要交3000给爸妈，怎么突然这么大手笔？我用存款买的。小县城找对象不容易，他1个月工资8000，加上我的，以后省着点花，也能过得很滋润了。哟，倒是我成全你了，你也就这点志气了，捡我不要的男人，还觉得捡着宝了。自从和罗旭洲在一起，我们每周5都约饭，可我总迟到。
不是我故意，是办公室的李主任自从离婚后就总是刁难我，每次临近下班扔给我一堆活，还接着谈工作，对我动手动脚。那天罗旭洲怕我迟到，特意来单位接我。我刚走出办公楼，李主任就追了出来，假意递东西，指尖故意在我手背上揉了好几下，我没挣脱，甚至微微蹙眉，露出一副委屈又无措的样子。我知道罗旭洲在车里看得一清二楚。你谁啊？干什么对他动手动脚？李主任被吓了一跳，慌忙走开了。第二天一上班，办公室炸开了锅。李主任被紧急借调到了偏远乡镇，同事们都私下议论说他得罪了人，不然怎么会突然被调走，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晚上罗旭洲接我下班，我故作无意地提起这件事。今天李主任莫名其妙就被调走了，好奇怪，不知道得罪谁了，但也挺好的，他让我有点不舒服。是我做的，我不能让你受委屈。我爸爸是你公司的一把手，我妈妈是私立学校校长，之前相亲没说，是不想太张扬。我在国外读了几年书，有个女朋友，谈了3年，可临近毕业，她听说我要回县城，觉得我没志气，跟我分手了。我爸妈年纪大了，也催着我结婚生子，所以才会去相亲。难怪这么优质的男人也需要相亲找对象。小雪，我和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对你从来不是玩玩而已，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在一起第2个月，我跟罗旭洲回了他家，他爸妈人很好，对我满意的不行，还特意给了我一个大红包。转眼半年过去，我们决定领证结婚。我跟爸妈说起，他们只轻描淡写的说家里条件有限，只能给我1万块当嫁妆。我没争辩，咬咬牙在银行贷了款，把嫁妆凑到了18万。我不想结婚的时候被人看不起，更不想被姐姐和爸妈看笑话。婚礼那天，公公婆婆特意花了100万，在县里最好的酒店大办特办，前来道喜的人络绎不绝，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连我单位的领导都来了，对着我连连道喜。可直到婚礼开始，我都没等到爸妈。就在我穿着婚纱站在台上快撑不住的时候，手机收到爸妈的消息，只有短短几句话：小雪，爸妈不去了，你姐姐突然发烧，我们得连夜赶去护士照顾她。你公婆就是打肿脸充面子，非要在最贵的酒楼办，那里最小的宴会厅我们之前看过，也就比会议室大一点，去了也是丢脸，还是宁宁的病比较重要。我攥着手机的指节泛白，这才知道原来爸妈连请帖的内容都没仔细看过，他们潜意识里就不在乎我，连带着不在乎我找的老公和夫家。好在罗旭洲一家压根儿没往心里去，甚至婆婆还格外心疼我。他们说我嫁过来没钱傍身，把收来的礼金都交予我处置。80万礼金是爸妈给姐姐准备的20万嫁妆的4倍。当晚我把新婚照发在朋友圈，可家庭群里静悄悄的，没人送上一句祝福。婚后不久，罗旭洲心疼我通勤不便，买了台50万的奔驰给我代步。那天早上我开车上班，路过路边的花丛，拍了张盛开的小花发朋友圈，不小心漏了车，没想到姐姐直接给我打电话问：“你哪来的车？”从小时候起，他就看不惯我的东西比他好，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想方设法毁掉，我不能让他再毁了我的生活。只是蹭同事的车，哈哈，笑死我了！开电动车的人天天跟开奔驰的一起上班，就不觉得自卑吗？别装了，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日子。我没回他，反手点开了他的朋友圈。他在护士工作4年，今年工资涨到了1万8，看着光鲜亮丽。可他为了节省通勤时间，住在月租1万2的单间里，连个阳台都没有。最新的朋友圈里是他在地铁站买的花，那条地铁线我以前也坐过，哪怕是晚上11点都挤得人喘不过气。还有一条是他吐槽自己点了100多的漂亮饭外卖，结果分量少的根本吃不饱，而我下班只要开车5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婚后半年，我开始系统学习理财规划课程。罗旭洲很支持我，把家里闲置资金交给我打理。婆婆也时常和我交流资产配置思路。巧合的是，没多久姐姐也在家庭群公布喜好，说自己找了个男友，年薪70万，下个月过年就带回来给爸妈过目。爸妈激动的不行，一个劲儿夸姐姐有出息，找男人的眼光好。春节很快到了，我和罗旭洲一同回了娘家。苏小雪，你这身衣服挺一般啊，怕是没钱买衣服吧？我平常就喜欢穿的舒服点。我男友这次来开的是 GLE， 咱们县城都没几辆这种豪车。宁宁真有出息，找的男人有钱又疼你，比小雪找的那个强1万倍。小雪啊，你可得多向你姐姐学学。叔叔阿姨，你们这小区也太不好停车了，绕了好几圈才找到车位。不过我刚才在楼下看到一辆大 G， 没想到你们小地方还有这么有实力的邻居啊。等会儿回去我们开这辆，空间宽敞，坐着舒服。苏小雪，你是小丑吗？还特意租了辆车，我劝你赶紧还回去，小心刮了蹭了，你赔不起。是啊，小雪，你俩是亲姐妹，犯得着在这较劲吗？你一个月薪5000的，找的老公能是什么档次？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车不是租的，是买的，绿本和行驶证都在车上。你们不信可以现在就下楼看。不可能，
上次他送我回家，开的明明就是台普通轿车。你们俩工资加起来都没我高，怎么可能买得起大 G？ 你们是去赌了，还是借了高利贷？手机拿来我看看。他伸手就要抢我的手机，罗旭洲眼疾手快，一把将我护在身后。大姐，你放尊重点，人的收入不只有工资，还有其他收益。我换台空间大的车，日常出行方便，很正常。等你以后结了婚，姐夫应该也会为你考虑周全吧。苏小雪，你真不要脸！你早就知道罗旭洲条件好，故意设计抢走，还做贼心虚，一直隐瞒他家里的情况。现在日子过得舒坦了，就巴巴的跑到我们面前炫耀，你真让人恶心。当初是你嫌他条件不好，觉得他配不上你，才把我推出去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抢你的了？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要掩饰，是你们自己不关心我，连我的婚礼都不肯出席，连我嫁的人什么样都懒得过问一句，现在又说我隐瞒，这公平吗？你少在这装可怜，抢了别人的男人，自己反倒委屈上了。我看你就心机深沉，早有预谋。大姐，说话注意分寸。既然你们不欢迎我们，那我们现在就走，不打扰你们。罗旭洲，苏小雪哪里比我好？你现在护着她，以后绝对会后悔的。苏婉宁，我第一次来你家，你就当着我的面跟你妹妹针锋相对，处处攀比较劲。看来我们之间的事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不是的，阿泽，你听我解释。小雪，你看这个。我接过一看，瞬间愣住了。姐姐昨晚发给她足足有20个G 的照片和视频，全是我从小到大的丑照。我浑身不停发抖，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请问苏家的家教是默认苏婉宁用这种下作的方式诋毁自己的亲妹妹，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吗？如果她再敢挑拨离间，大家以后也没有来往的必要了。发完这些话，罗旭洲直接退了群。过了没几天，爸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难得缓和。小雪，你姐姐就是气不过，一时糊涂。现在她冷静下来，知道自己做的不妥，诚心想和你道歉。我知道了。妹妹，实在对不起。我知道爸妈把我惯得争强好胜，也让你受了很多委屈。我就是心态没扭转过来，才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他还特意说自己买了不少滋补品，等请我们吃饭时当面交给我，算是赔罪。我看着手机，心里五味杂陈。毕竟是亲姐妹，抬头不见低头见，纠结半天，我还是答应了。苏婉宁选了县里最好的酒店，饭桌上她一改之前的恶毒，一直对我嘘寒问暖，还给我夹菜。对罗旭洲也很客气，主动敬酒示歉，全程态度都很好。我心里渐渐放下了些戒心。吃到一半，罗旭洲去了洗手间。小雪，你年纪轻，不懂人心险恶。旭洲条件好，长得帅，外面不知道多少女人盯着他呢。正好你姐姐和他也算有缘分，有他陪着旭洲帮你盯着，你也能更放心，是不是？妈，你说什么？你竟然让我姐贴身盯着我老公，你宁愿帮他，也不心疼我吗？我这是为你好。你姐姐比你优秀，有她在旭洲身边，总比让外面的女人钻了冲子强。你姐姐条件那么好，跟旭洲也般配，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他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我心里。他还是想着帮苏婉宁，我心中满是失望，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我才发现，罗旭洲去洗手间已经很久了，连苏婉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离开了饭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你找什么找？一会儿把事情闹大，我们家以后还要不要做人了？做人？你们还知道要做人？你们只在乎姐姐，从来没有在乎过我。胡说八道！你姐姐也是帮你分担，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她也是你女儿，你凭什么打她？你不心疼她，我疼。老婆别怕，我们走，再也不跟他们纠缠了。我抬头看着他，眼泪夺眶而出，不是委屈，是感动。这时我瞥见苏婉宁躲在后面，她的领口松散。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这么正人君子。苏小雪性子平淡无趣，日子久了你早晚会腻的。苏婉宁，你敢暗算我，敢欺负小雪，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我以为闹成这样，爸妈和苏婉宁自知理亏，起码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没想到才过2天，妈妈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破口大骂：苏小雪，怎么这么小气？你凭什么给宁宁使绊？我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他就把电话挂了。好一会儿，我才从苏婉宁的朋友圈了解到，她年后要去国外出差，急需换新护照，外地同事3天就拿到手，她的却拖了半个月还没批下来。话里话外都暗示我在背后搞鬼，我气得笑出声，直接托人问了情况。
结果是他自己提交的材料不合格，照片模糊，信息漏填，审批才一再拖延。我直接在群里发话，我不屑于搞小动作，但你们硬要把锅扣在我头上，那我只好坐实了。当天下午，爸妈家就开始出事了，早上停水，晚上断电，隔三差五煤气检修，楼道封锁。一开始他们还硬撑，天天在小区群里叫苦，骂物业水电公司闹得人尽皆知。可每个部门都贴出盖了公章的检修单来堵他们的嘴，他们焦头烂额，到处求人，可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过了1星期，爸妈终于扛不住了，向我低头。小雪，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之前是我们不对，以后我们再也不瞎掺和了。知道了。就这样，爸妈消停了。苏婉宁的护照最终还是办下来了，只是错过出差时间，被公司罚了款。她没脸待在县城，灰溜溜的回到了沪市。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翻篇了，可1个月后，苏婉宁突然在朋友圈发了结婚请帖，结婚对象是上次见过面的阿泽。他生怕我看不见，特意私信我：“你嫁给罗旭州又怎样？龙生龙生凤的儿子会打洞，你守着小县城安稳日子，一辈子眼界狭隘。而我们的婚礼办在全国闻名的沪市国际饭店，排场大得很。阿泽也很快要升职了，以后就是年薪100万的人，你辈子都达不到我的高度，我永远过得比你好，永远压你一头。”我没理会，反手拉黑了他，继续深耕理财和资产规划。在沪市买了套近1000万的学区房，首付上100万，不过值得。宁宁真有出息，给家里长脸。好闺女，比你妹妹强10000倍。我只觉得可笑，那套房的首付上100万，几乎掏空他和阿泽2家人的钱包，每月房贷7万多，比他的工资还高，夫妻俩压力大的不行。而我和罗旭州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我用学到的知识打理手里的存款、房产，每月的理财收益不仅能轻松覆盖全家的生活费，还能持续囤积资产。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苏婉宁的生活渐渐拉开了巨大差距。她为了还房贷，省吃俭用，每天下班挤地铁，在购物软件上蹲售低价食品，像样的餐馆都舍不得踏入，买衣服也只敢买快消品牌的打折款。而我每月都会抽时间坐高铁前往上闪城市拓展人脉，挑选好物，选购衣物从不用刻意看标价，还长期订购国外有机食品，日常3餐精致健康。他每天被繁重绩效压得喘不过气，加班到深夜是常态，朋友圈满是工作吐槽，生活暴力。而我日常除了打理资产、参加行业交流会，其余时间喝茶看书、健身旅行，朋友圈里尽是从容松弛的生活状态。谁也没想到，苏婉宁那场看似风光的婚礼，仅仅维持了半年，就传出离婚的消息。苏婉离婚的消息是我妈一个电话打过来，劈头盖脸砸给我的。我刚结束1节瑜伽课，看到是娘家来电，心里早已预判不会是什么好事。我被这颠倒黑白的责问的一愣，随即心底升起一阵荒谬的寒意。妈，姐姐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套歪曲事实的逻辑，我早已听了20多年。怎么没关系？要不是你天天在朋友圈晒优爆日子，一会儿外出购物，一会儿享用高端食材，你姐姐能被你刺激的失衡吗？她和阿泽就是因为钱吵架散的，你过得顺累就见不得亲姐姐风光，你安的什么心？我深吸一口气，语气平静淡然。妈，当初是她自己爱慕虚荣，执意购入1000万豪宅，背上远超自身收入的巨额房贷，掏空2家积蓄后，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夫妻矛盾不断，这全是她自己的选择。如今婚姻破裂，怎么反倒成了我的过错？你现在翅膀硬了，敢顶嘴了是吧？我不管，你姐姐现在离婚，居无定所，工作也岌岌可危，你必须切切地，你手里握着1所资产，罗旭州家底丰厚，你渡过难关。我不会给的。他落到如今境地，是虚荣与嫉妒催生的恶果，一切咎由自取。我没有义务为他的错误买单。你这个白眼狼，你忘了小时候是谁照看你？你抢走本该属于他的姻缘，如今连一条活路都不肯留，你迟早会遭报应。我握着手机，内心一片平静。那一点残存的姐妹亲情、母女情分，早已在无数次道德绑架与无端苛责里消磨殆尽。我以为这件事就此落幕，可我低估了苏婉宁的偏执疯狂。从那天起，我的社交动态频繁出现陌生访客记录，无头像、匿名账号总会在我更新内容后第一时间浏览。我心知肚明，屏幕背后是深陷失意、满心怨盘的苏婉宁。我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生活。罗旭州宽慰我，幸福从不是罪过。不必为了迎合心怀恶意之人刻意委屈自己。幸福不是罪过，不必为了迎合心怀恶意的人委屈自己。动态发布不到5分钟，数个陌生账号快速点赞又立刻取消。我几乎能想象他看到照片时扭曲极度的神情，那些他曾经只能远远观望的生活，如今我唾手可得。彻底击溃他心理防线的是我分享的公婆赠予的高端收藏与稀缺滋补品。婆婆特意托海外友人带回名贵燕窝海参，还有成套的高端珠宝摆件，堆满了储藏间。我拍下满满一屋礼品，真诚配文，被家人的温柔与偏爱包裹，满心安稳。这条动态下，那些匿名账号再无任何互动，取而代之，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深夜发来，字字刺骨。你以为你赢了，
我迟早全部夺回来，让你一无所有。那条满是恶意的短信像冰冷毒蛇缠上心头，我握着手机微微发颤，不是畏惧，而是发自血脉深处的恶心。老张，安排2名安保人员24小时随行保护小雪，住宅、公司、外出场所全程跟进。小区安保等级上调，所有外来人员、车辆无我的许可一律禁止入内。别怕，有我在。他若敢对你动手，就要承担法律最重的惩罚。靠在他坚实的胸膛，听着沉稳有力的心跳，我心底的寒意才慢慢散去。苏婉宁空洞的威胁，在罗玉舟周全的保护面前，不过是疯子无畏的叫嚣。可我没料到，不等他对我采取行动，他自己的人生率先彻底崩塌。消息是3天后，我妈一通歇斯底里的电话传来。苏小雪，你姐姐被公司开除了，这下你称心如意了，闹翻！她被辞退，根源是自身重大工作失误。她离婚后心态长期失衡，上班心神不宁，关键时刻精神涣散，导致合同核条注错，公司依瓜追责，这和我没有半点关系。是被你诱惑刺激的，你要是不讲的话，会落到这步。现在他昏迷了，工作丢了，你爸和我日夜煎熬，你必须出手帮他。我该怎么帮？让罗旭洲动用关系给他安排高薪稳定工作，他家有权有势，不过一句话的事儿。妈，前几天他才发短信扬言要毁掉我的一切，你现在反倒要求我丈夫给他提供工作？这一切都是你逼的，是你抢走他的所有。苏小雪，你要是不肯帮他，我们就去你公共单位大院闹事，把你不孝、抢夺亲姐姻缘、逼迫亲人走投无路的事全部宣扬出去。我倒要看看罗家脸面往哪儿放。话音落下，电话粗暴挂断。他们说到做到，没有提前联系我，直接去了我丈夫的单位。这些都是后来婆婆平静地告诉我的。你爸妈大院门口哭喊撒婆，控诉你攀上豪门，抛弃原生家庭，冷血逼惨亲姐。你公公没理会那些响叫，只让秘书把2人请到接待室，当着好几个同事的面平静开口。他说：亲家，小雪品性如何，我们罗家看得清清楚楚。她嫁过来便是我们的家人，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欺辱。至于你们口中小雪刺激苏婉宁，更是无稽之谈。当初相亲对象本是苏婉宁，是她自视甚高，主动嫌弃，亲手将小雪推出去。如今见小雪日子顺备，反倒归咎于他人抢夺。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罗家行事讲究体面，但倘若有人执意撕破脸面，肆意滋事，我们也不会一味退让。届时后果恐怕不只是颜面尽失这么简单。公公话语平缓，却自带不容反抗的威严。我爸妈被强大气场震慑，只能灰溜溜离开。本想败坏我名声，反倒沦为大院众人的笑柄。我以为经此一事，他们会彻底安分，可我再次低估了他们无底线的贪心与偏执。2天后的午后，我在家看书，楼下突然传来嘈杂喧哗。我知道了。高档小区流金大门外，我妈一屁股坐在地面，双手拍着大腿放声嚎哭。我爸叉腰站在一旁，对着来往车辆路人高声叫骂。2人身前立着一块硬纸板牌子，字迹刺眼扎眼。别看，污了你的眼，也别听这些污言秽语，不必为此烦心。我轻轻点头，心底只剩麻木疲惫。对于这对偏心至极、毫无底线的父母，我早已不抱任何期待，可他们总能一次次刷新我的认知下限。法律面前只分合法与违法，不存在所谓天经地义，还请2位自行离开。最终，我爸妈扛起那块刺眼的纸板，在一众业主鄙夷的目光里，被保安礼貌劝离。这场闹剧被法律彻底终结。一次逛商场，我在2手奢侈品门店撞见他站在柜台前为包包估价，和店员争执不休，身形消瘦脱相，眼窝深陷，曾经精心打理的头发刺黄杂乱，往日傲慢优越的面容只剩刻薄阴郁。他抬眼看见我，身旁罗旭洲小心翼翼护着我，2人相隔10米，却如同隔着2个世界。他怨毒的目光死死锁在我身上，恨意几乎要具象化。罗旭洲敏锐察觉，不动声色将我护在身后，冰冷回望。苏婉宁狼狈转头，抓起随身包仓皇逃离。我本以为这已是他最落魄的模样，直到我规划好年度长线旅行，拍下行程规划与预定的高端度假民宿，发了一条屏蔽所有娘家亲属的朋友圈，只分享给好友。可我忘了，我们之间有不少共同好友。几小时后，高中同学私下告知我，你姐姐刚才还给这条动态点过赞。我的心猛地一沉。苏婉宁看到那条度假动态时，心中最后一丝理智彻底断裂。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手机屏幕映出她扭曲的脸庞，照片里自在从容的我，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她心上。凭什么？苏小雪，这个她从小肆意打压的妹妹，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男人，幽默富足的生活，拥有安稳顺遂的人生，而她自己离婚失业，负债缠身，一无所有。凭什么？既然我得不到，所有人都别想安稳度日。陌生号码的短信跳出来时，我正对着报表核对当月理财收益。你抢走的东西我会亲手全部拿回来。给我短短1行字，字里行间的怨毒几乎要移出屏幕。我心底泛起一阵寒意，把手机递给了身旁的罗旭洲。他扫完内容，
脸色瞬间冷硬下来，当场拨通报警电话，把号码和短信内容全部提交备案。报警，号码、短信内容全部提交备案。好，是匿名虚拟号，警方做了登记，反复叮嘱我们日常出行务必加强防范。那段时间家中氛围紧绷，罗旭崩几乎寸步不离，额外聘请专职安保人员24小时轮班驻守小区与住宅。公婆得知恐吓一事，震怒不已，直接安排我暂时搬去安保等级最高的城中独栋别墅暂住。在严密防护与家人悉心陪伴下，我的情绪才慢慢平复。罗旭洲为我安排各类线下资产交流会、花艺茶艺课程，填满我的日常，冲淡恐吓带来的阴霾。午后在院子的花架下打理多肉，傍晚和罗旭洲沿着玩湖步道慢走2圈。日子过得舒缓又充实，公婆时常过来吃饭，带来不少稀缺藏品和滋补品，还会拉着我聊最新的投资渠道。罗旭柔事事都先问我的想法，体贴又妥帖，可我们都低估了他的执念。苏婉宁在园区后门外的梧桐树下蹲到第3天，终于盯上了负责外围保洁的张桂兰。不用，我不渴。拿着吧，阿姨，就是想跟您打听点园区的事儿。我想借您的门禁卡用1个小时，就进去找我妹妹说2句话，说完就走，绝对不给您惹麻烦。这2000您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给您3000。那可不行，园区管得严，门禁卡外界被查到，我直接就被开除了。5000抵您大半个月工资了。我真就是家里闹了点矛盾，我妹跟我赌气躲着不见，保安不让我进，实在没办法才找您帮忙。进大门直走，过了喷水池左转，第3栋白墙的就是主楼，主楼后门工具间那片是监控死角，你从那边绕不容易被拍到。记住啊，就4点半卡点进，别早也别晚。遇上安保就说去工具间拿拖把，别多话。苏婉宁把路线和说辞牢牢记在心里。就1小时，多1钟都不行，你可千万别闹事，我这份工作真的不能丢。您放心，第2天不连累4点20，他在巷口和张桂兰碰了头，接过印着临时保洁的门禁卡。张桂兰又絮絮叨叨叮嘱了好几句别惹事，才揣着钱匆匆往家赶。踏进园区的瞬间，他立刻往侧边的绿化带退，没走开阔的主路，刚拐进林荫道，就听到前方传来巡逻安保的脚步声。他闪身躲进粗壮的梧桐树后，贴着树干屏住呼吸，看着2名安保，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在路的尽头，才探出头继续往前。沿途不时有3-3两下班的员工说笑路过，他要么转身背对着人流假装翻找口袋，要么拐进旁边的警官小径暂避，始终没让正面落在任何人的视线里。张桂兰交代的路线他记得分毫不差，过了中央喷水池左转，沿着修剪整齐的灌木墙走到底，就是主楼后侧的保洁工具间。那一片正是监控覆盖的死角。他放轻脚步走到墙根，背靠着冰凉的墙面，平复急促的呼吸。他抬头看着主楼，隔着几米远就是主楼的落地玻璃窗，米白色纱帘扮演着。苏婉宁缓缓攥紧双拳，指节因为用力泛出青白，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的软肉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冲了上去。苏婉宁和阿泽当初结婚，根源是他看中对方高薪，想靠他维持护士高品质生活。婚后高额房贷压垮2人，苏婉宁不愿降低消费，整日抱怨阿泽能力不足，动辄就摔东西发脾气。阿泽晋升加薪后，彻底厌烦他无休止的攀比与虚荣，主动提出离婚。苏婉宁不肯，2人打起离婚官司，互相揭短诋毁。恰逢苏婉宁所在外企大规模裁员，他长期精神恍惚，工作出错，直接被辞退，公司也发起损失追责。爸妈得知消息，日日给我打电话哭诉，哀求我出手帮扶苏婉宁。我心底没有半分同情，他眼高于顶，执念攀比，落得这般下场，全是自食恶果。一日午后，我正在别墅客厅整理理财合同，房门突然被粗暴打开，苏婉宁双手握拳，面露凶煞，朝着我冲来。苏小雪，我要毁了你！所有一切本该是我的，全是我的，都是你偷走我的人生！你找死！罗旭洲没有给他再动手的机会，立刻拨通报警电话，他很快被带走了。从此之后，苏婉宁和爸妈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而我始终拥有安稳的日子。深耕多年的理财投资持续稳定增值，婆婆身为私立学校校长，掌握优质教育资源，早已为我规划好未来的学习渠道，无需我费心操劳。罗旭洲多年如一日的体贴宠爱，事事以我的感受为先。年少时所有委屈伤害尽数化作过往云烟，往后余生只剩安稳与从容。